想象一下啊，你花了30万，买了一台顶配的新能源汽车，你觉得，这笔钱买到的是什么？流线型的外壳，哪怕真皮座椅，还是那种100公里3秒的推背感？很多人可能觉得就是买这些嘛，对吧？对。但在2026年，今天的资本市场眼里啊，这台车的机械外壳或者说内饰价值其实几乎为零了。确实是这样。真正值钱的是它后备箱底板下，或者是座舱屏幕后面那台嗡嗡作响的超级计算机。欢迎来到今天的深部解析，我是你的主理人。大家好，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探讨。今天的任务呢，我们要拆解一份长达25页的非常极具颠覆性的2026新能源汽车 AI 转型深度报告。这份报告的数据真的是非常夸张。对，不仅夸张，它揭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。没错，在如今经济环境分化，还有补贴完全退坡的背景下，今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的市场渗透率居然预计要历史性的突破61.8%了，年销量直逼1493万辆，这简直是个奇迹。是的，但这个繁荣数据的背后，其实是一场达尔文式的残酷大清洗。它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行业以前奉为圭臬的3电系统，也就是电池、电机、电控，这个壁垒已经被彻底跨越了。就是说大家都能造对出来了，对吧？没错，现在的汽车本质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转移，它不再仅仅是个交通工具，而是变成了目前地球上最大的 AI 商业化落地载体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车市有一种极度割裂的感觉。一边是销量在狂飙，另一边好多老牌车企却在疯狂裁员，因为智能化正在疯狂下沉呢。以前那种30万以上的高端车才有的高阶智驾，现在已经大举杀入红海了。对，直接杀进了25万到30万的红海市场，在这个区间的新车占比高达39%。所以说，现在的车企估值逻辑已经彻底变了，资本根本不看重你的整车制造毛利，而是看你的 AI 科技生态。确实，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车企都在经历一场基因几倍的重构。最直观的表现，就是端侧芯片领域的博弈，也就是你刚才说的算力狂飙。这个我深有体会。你看现在的发布会，大家都不说马力了，全在拼算力。没错，简直是神仙打架。英伟达的 Drive Thor 算力做到了2000 TOPS， 对吧？而中国新锐力量也很猛，小鹏直接掏出了2200 TOPS 的图灵芯片，蔚来也用上了5纳米工艺的神机 AX9031。等等，这里我一直有个疑问啊，就是像英伟达、高通这些芯片巨头，他们不是已经把通用芯片做到登峰造极了吗？车企以前不是做个硬件集成吗？为什么现在非要砸几百亿去抢芯片厂商的饭碗，非要搞自研呢？这个底层的逻辑其实在于软硬一体化。软硬一体化。对，通用芯片它毕竟是个万金油，它得照顾各种客户的不同需求。但在自动驾驶这种极限状态下，它的效率和能耗控制是不够的。车企扎堆自研，是为了让底层的硅片能和自己专属的 AI 大模型实现绝对深度的口合。我懂了，就是量身定制。没错，只有这样才能突破通用芯片的物理极限，在极端苛刻的能耗战里赢取哪怕是一点点的续航优势。现在的汽车中央计算架构真的是让单车成本急剧向高性能硅片转移。但是啊，咱们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推啊，就算你在一辆车里塞进2-3000 TOPS 的算力，这不仅是成本飙升，它简直就是个移动的火炉啊！绝对的火炉，对吧？车身底盘就那么点大，这散热怎么搞？光靠端侧这些芯片真的能搞定复杂的自动驾驶吗？问得好，也是为什么单靠端侧算力根本行不通的原因。端侧算力再怎么强，它其实只是个执行大脑。那真正的大脑在哪？真正的算力怪物，也就是用来喂养万亿级参数大模型的平台，藏在云端的数据中心里。哇哦！比如报告里提到，华为的 Ascend 950云端芯片支持8192颗无缝级联，系统互联带宽高达16.3 PB 每秒。我的天哪，8000多颗级联，这听起来不像是造车了，这根本就是把一台国家级的超级计算机绑在了4个轮子啊！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，但这带来了一个极其可怕的物理极限问题。
单颗顶级 AI 芯片的功耗现在已经突破了1000瓦。1000瓦，那传统的风扇散热根本没用啊。完全失效，风冷在它面前就像用小风扇吹火山口，也导致了一个必然结果。到今年，也就是2026年底，液冷 server 的渗透率激增到了47%，一半都要用液冷锅。对，这是一种极度重资产的电力和基建开支。这种冰与火之歌的较量，正在极其残酷地拉大头部车企和边缘车企的鸿沟。你建不起液冷数据中心，就训练不出好模型，车也就卖不掉。所以说，现在造车的门槛早就不是冲压焊接了，是在偏算力基建。那花这么恐怖的代价，他们到底在算什么？以前的自动驾驶，我不就是写几十万行人工代码吗？看到红灯停，看到行人躲。那种死记硬背交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哦，以前那种模块化的规则，遇到考纲外的题目，它就死机了。现在的范式重构叫做端到端大模型，或者说叫做世界模型。它不再需要人工代码去写规则，而是直接让系统去理解物理世界的运转规律。这个理解物理规律，能具体举个例子吗？比如特斯拉的 FSD V43，它凭借时空 Transformer 架构，让系统拥有了类似人类的客体永久性认知。客体永久性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行人走到了大卡车背后，摄像头看不见他了，消失了。但是 AI 知道他还在那里，并且能预判他下一步会从车头走出来。这种认知让它的接管率断崖式下降了95%。我下降95%，这简直是老司机了。那特斯拉的这套东西岂不是无敌了？它也有痛点。专家在报告里犀利地指出，特斯拉这种算法的进化上限正在被它那些老旧的 HW3 硬件算力无情地锁死。哎呦，脑容量跟不上了。对，这就给了中国车企降维打击的机会。比如华为的全髡 ADS 4.0，华为是怎么做了？华为首创了一个数字底盘引擎，叫 XMC， 它实现了车身、电机、制动等6合1的集中控制。它把物理延迟压缩到了极其恐怖的1毫秒以内。1毫秒啊，这比人类的肌肉反应快多了吧？远超人类。而且它不仅仅是为了避险，它甚至加入了突发生物监测。万一驾驶员突发疾病晕倒，这不到1毫秒的反应机制能瞬间接管，安全停靠。这辆车直接变成了你的生命树虎神。我的天，如果车都聪明到这个份儿上，不仅开得比人好，还能救命，那这技术肯定不能只用来卖乘用车啊！是不是 Robotaxi， 也就是无人驾驶出租车，重要爆发了？完全正确。乘用车智驾的成熟推倒了 Robotaxi 商业化的多米诺骨盘。报告预计到2023到2025年，全球 Robotaxi 市场规模会达到1470亿美元。1000多亿的蛋糕，那在这个领域，中媒的路线是一样的吗？截然不同。中国这边，比如萝卜快跑，已经跑了1.9亿公里的全无人里程，它靠的是基建和政策的协同驱动，车路协同。国家队下场。对，而美国那边像 Waymo 或者特斯拉，靠的是风险资本扩张和对纯视觉的技术狂热。不过，要决胜这万亿市场，大家都得拼铁人3项。哪3项？第一，把单车成本压榨到3万美元以下；第二，超高并发的调度能力；第三，跨城市的泛化运营能力。明白了。那我们把视角从车外拉回车内啊。当 AI 完全接管了外面的马路，如果汽车完全不需要我来开了，那我在驾驶座上能干嘛？座舱会有什么变化？座舱已经进化成了一个以 AI Agent， 也就是智能体为灵魂的第3生活空间。它告别了以前那种傻瓜式的屏幕堆积。对，以前就是弄几个大 iPad 放车里。现在不是了，它能精准识别你的体征、情绪，主动预判你的需求。怎么个预判吧？
比如，他发现你今天很焦虑，心率偏高，刚好日历上马上有个会，他会主动问你是不是要帮你给同事发消息说晚点到，甚至提前帮你预定好常吃的那家餐厅。哇，这成了一个专职秘书了。我看到报告里提到了新势力不同的玩法，未来搞全链条融合的 AGI 委员会，小鹏搞具身智能。但最让我惊讶的是小米 UV7 的数据。是的，小米 UV7 在2026年初登顶了全品类销冠，全年交付指引直接上调到了55万辆。55万，也太猛了吧！它靠的是什么？靠的就是人车家全生态的无缝流转。在底层操作系统的闭环能力下，你的手机、家里的空调、车里的屏幕完全打通了。这种多模态的能力成了现在最强的卖车驱动力。确实，生态的壁垒太可怕了。不过呢，我们刚才聊的，无论是在展厅里看到的智能座舱，还是外面的 Robotaxi， 听起来都光鲜亮丽。但造车终究是个苦哈哈的制造业啊，得去流水线上拧螺丝。这种重工业的后台 ，AI 能发挥作用吗？这恰恰是最隐秘也最震撼的角落。AI 正在全面接管汽车的制造底座。给你报几个数据你就明白了。洗耳恭听。首先是黑灯工厂里的数字孪生技术，以前调一条产线费时费力，现在在虚拟环境里跑，新车调试成本直接跳水了30%到50%。哇，省了一半的钱。那质量呢？漆面 AI 制件的缺陷检出率达到了99%。天哪！还有预测性维护。AI 能算出哪个机械臂下周会坏，每年能为单厂省下超300万美元。你算算账，全面部署 AI 制造方案，12到15个月就能回本 ，ROI 高达200%到300%。这完全就是暴利啊，而且还能降低能耗，对吧？对，能降15%的能耗，完美契合 ESG 合规。但这还不是最炸裂的，还有更猛的吗？材料纪元。以前研发固态电池要几年时间去试错，现在呢 ，AI 机器学习可以秒级分析上百万份拉曼光谱数据，直接在电脑里模拟化学反应。没错，把漫长的研发周期从几年压缩到了几个月，硬生生让固态电池的量产提前了2-3年。哇，这听起来真的是太完美了。但作为主理人，我听到这儿反而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怎么说？你想啊，这辆车知道我的情绪、我的行程，还连着云端的超级计算机，我的隐私在哪儿？数据安全谁来保证？如果出事了，车企会不会热火烧身？你的担忧非常精准，这就是悬在所有车企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2026年的数据合规已经是企业的核心底线了。有多严重？新版网络安全法还有 GPT 45574-2025强制标准，正在严打那些未经审批的底层大模型为估计调用，也就是所谓的引子 AI。任何越界行为面临的都是灭顶之灾。那车企要怎么破局呢？毕竟很多还要卖到海外去。从地缘政治视角看，车企不能再依赖单线供应链了，必须建立蜘蛛网式的多重本地化供应网络。核心 AI 芯片得双元采购，并且在不同国家设立主权数据的信息茧房，就是把数据隔离开来。那既然生与死就在一线之间，一家传统车企如果现在想掉头，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完成这种脱胎换骨的转型？有没有个实操指南？报告里非常掷地有声地给出了一个5步法则。哪5步？第1步，一页纸价值论断，绝对不能盲目追概念。你的 AI 项目必须和90天内能立竿见影的 KPI 绑定，比如缩短测试周期。对，不能搞成面子工程。第2步呢？第2，建立集权的 AI 卓越中心，打破以前旧的数据孤岛。第3，带好合规枷锁，在代码级脱敏和沙盒中运作。安全第一。第4步，敏捷试水打样，先在售后这种痛点领域搞影子运行的灰度测试。最后第5步，全员规模化赋能，就是把能力推广开来。对，通过内部的 AI 推广大使，像发行软件产品一样，把 AI 能力固化为整个企业的肌肉记忆。
听完今天的深度解析，我真的觉得信息量太大了。你会发现，2026年的汽车，它根本不再是传统的机械制造产品了，它就是一个以千亿级模型为大脑的移动超级数据中心。是的，从端到端的跃迁，到黑灯工厂的运转，再到芯片的残酷厮杀，AI 早就渗透进汽车行业的骨髓了。摒弃传统惯性，拥抱 AI，这是未来10年车企活下去的唯一出路。没错。那么在节目的最后，我想面向正在收听的你，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：如果你未来的车是一个反应比你快无数倍，能敏锐感知你每天情绪起伏，甚至空闲时还能自己跑去当 Robotaxi 赚钱的超级智能体，那么我们真的还需要去拥有一辆车吗？未来的汽车会不会从一件你买回家的工业商品，变成像 Netflix 或者 Spotify 那样，只要按月付费订阅的出行算法服务呢？当汽车变成了一项纯粹的流媒体服务，你还会享受驾驶吗？欢迎大家带着这个问题继续探索未来的出行世界。我们下次深度解析，再见。再见。